Hello， 苹果今年下半年的产品线规划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们准备即将推出4款带有 Ultra 后缀的全新设备。那今天这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聊聊这4款即将发布的新品，它们分别是 MacBook Ultra、iPhone Ultra、AirPods Ultra 和 Apple Watch Ultra。那顺便让我们来看一看哪些产品真正适合大家入手。如果觉得以下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不要忘记一键3连哦。首先是讨论度很高的，根据外媒彭博社最新的消息指出将会有一款搭载 OLED 和触控屏的设备，大概率会被命名为 MacBook Ultra。首先呢是彻底的重新设计，机身呢将会变得更薄更轻，因为现在16寸的 MacBook Pro 可以说是非常的重，你出门带着呢确实是个负担，所以说轻薄化是非常实用的改进。其次呢就是屏幕，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它将会搭载采用类似新款 iPad Pro 的双层串联 OLED 面板，它的峰值亮度将达到1600尼特，也就是我们在户外大太阳底下去看呢，也会变得更加清楚。不仅能延长使用寿命，而且呢，在显示黑色的时候不会有光晕，再配合120赫兹的高刷新率视觉体验会非常的流畅。另外，这台电脑还会加入触控屏，有望彻底取消刘海设计，换成更美观的灵动岛，并且同时引入 Face ID， 并极大缩减边框。除此之外核心性能和续航也是脱胎换骨，因为这款 Ultra 预计会首发搭载台积电最新2纳米工艺的 M6 系列芯片，不仅图形处理性能飙升，而且专门负责 AI 运算的神经网络引擎也会有巨大的算力提升。那让我们在处理复杂的视频渲染时可以说是如虎添翼。更关键的是2纳米工艺带来了极致的能耗比，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用上高规格的串联 OLED 和触控屏，它的电池续航依然有望突破全天候的极限，彻底治愈我们的电量焦虑。不过给电脑加上触控屏也有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屏幕很有可能很容易沾指纹，平时估计常备一块擦屏布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群适合购买这台带有触控屏的 MacBook Ultra 呢？我觉得它的核心受众是对交互直觉和效率有极高要求的创意工作者，比如说做重度视频后期的时候未来可以直接上手在达芬奇里去拖拽时间线，滑动调整调色节点，或者需要在外景片场立刻放大确认素材细节的摄影师。那这种指尖直触的这个交互能省掉很多繁琐的鼠标定位时间。那如果日常只是处理一下文档和表格，那确实没有必要为了这个触控屏去花这份溢价。那说到溢价这个全新的模具再加上串联 OLED 以及这个触控屏，可以说它的成本一定会非常的高。所以说目前预测 MacBook Ultra 它的起步价很有可能直接来到$3000左右。那至于它的发布时间各路消息基本都指向今年的秋季晚些时候，大概率会在10月或者11月的 Mac 专场发布会上正式亮相。所以说目前这款 Ultra 呢，预计会搭载全新的 M6 系列的芯片，但是因为初期它的产能肯定是有点吃紧的，所以说让搭载 M5 芯片 Pro 系列呢会继续销售，这也是苹果比较稳妥的商业策略。接下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第2款设备，也就是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Ultra。它采用的是左右折叠的书本式设计，展开之后内屏的尺寸大约是7.8英寸，外屏是5.5英寸左右。它的屏幕比例呢会比市面上的折叠屏会更宽，类似于4:3。这样的好处就是展开看视频的时候呢，上下黑边会变小，而且观影体验也会更好。在硬件配置上，它预计会采用钛合金的边框，并且苹果内部正在死磕无缝的显示，争取消除折痕。不过为了做到极致的轻薄，它可能会做一些妥协，比如说取消 Face ID， 改用 Touch ID， 就是指纹解锁。既然是叫 iPhone Ultra， 在性能和续航上自然也得跟得上。它预计将会搭载全新的 A20 芯片，同样是2纳米制程，这样它在驱动2块屏幕和处理多任务分屏时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当然了，这也得得益于折叠屏更大的机身内部空间，因为苹果终于有条件塞进容量更大的双电芯电池系统了，同时再配合上 A20 芯片的超低功耗，可以说这台手机的续航表现绝对会非常的亮眼，重度使用一天完全不在话下。它的内存预计是12GB， 而存储方面呢，预计是256GB、512GB 和1TB 的选项。同时它会有黑白2个颜色。那这款手机预计是在苹果今年9月的秋季发布会上呢公布这款产品，很有可能是到12月份呢才会正式发售。它的起售价将会是在$2000起。
第3款 Ultra 设备啊，其实是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布局的关键一步，就是全新的 AirPods Ultra。这款耳机的核心亮点是苹果会在2只耳机上分别内置微型红外摄像头，而为了处理这些摄像头捕捉到的海量环境数据，苹果顺理成章为它升级成了全新的 H3 芯片。而这个芯片呢，不仅能让主动降噪和空间音频计算能力再上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它将赋予耳机强大的侧端 AI 算力，也就是配合全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不仅能让你实现隔空的手势控制，并且将视觉智能数据提交给 Siri， 更是让耳机成为一个真正的 AI 穿戴设备。由于增加了摄像头，大家肯定会担心电量不够用，但这得益于 H3 芯片的电源管理优化以及内部电池模组的微调，因为它单次续航依然能保持优秀的水平，再配合充电盒，总续航有望突破30小时。而这款耳机大概率会在今年9月的发布会上和大家见面，那它的价格呢，预计可能会在$299到$349左右。最后一款也是今年下半年绝对不容错过的重头戏，就是全新的 Apple Watch Ultra 4。今年的升级可以说不只是挤牙膏，而是由内而外的全面换血。首先就是从外观上 ，Ultra 4大概率会比之前呢稍微薄一点，可能也会变得更轻。其次将会升级为全新的 S12芯片。而这颗芯片在处理速度上呢，将会有着显著的提升，所以说在日常滑动和流畅度，以及在打开应用的速度上都会变得更快。以及6月份大家都知道 WWDC 呢即将会带来新版的 watchOS 系统以及全新的 Siri， 所以说它在 AI 方面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不仅如此 ，S12 出色的能效表现，而且再结合今年很有可能会带来全新的磁吸表带设计，因为苹果呢其实一直在研究这个磁吸设计，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将会大幅度节省表壳内部的机械结构空间，从而塞进一块更大的电池。这也就是意味着 Ultra 4很有可能会实现续航的再次提升。那之前它的续航呢是42小时，可能有望提升到48小时。那正常待机时间呢，可能是在超过72小时。还有一个爆料称苹果极有可能在 Ultra 4上首次搭载 Touch ID 指纹解锁的功能。那之前的视频呢，我有讲到，但有的朋友留言说，不都是带着手机去解锁吗？为什么需要 Touch ID 但是大家要知道Ultra 的受众很多都是硬核的户外玩家，那很多时候他们手机不一定在身上，比如说你在潜水在爬山或者是在滑雪这个情况下，你戴着厚重的这个手套，或者是在冲浪的时候，屏幕上有水，所以说传统的密码解锁就变得非常的费劲儿。那这个时候，如果在一些极端的环境下，那指纹解锁是不是变得更加的轻松了呢？同时它也解决了就是这种Apple Pay， 因为在国外很多人都是用 Apple Pay 去支付，这个时候就不用去再输密码或者是拿着手机了，就非常的方便。那所以指纹解锁在这些户外玩家眼里呢，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其实这次 Ultra 4最核心的杀手锏是在健康监测硬件上的彻底重构，也就是大家看到手表背面的这个圆环，这次苹果将会引入全新的8圆环传感器阵列，也就是说在之后的这个监测上面呢，可以说做到更深层、更精准的捕捉你手腕处的血流的生理数据，然后呢进行去计算，那也就是说比之前会更加的准确。同时呢，它还会推出高血压预警功能，那可能这个高血压预警功能目前在国内呢还是要等一等。其实在3月17号在国内呢已经上线了这个心电图和房颤预警功能，所以我相信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预警功能可能也不会等太久，一旦通过药监局的审批呢，也就会陆续的上线了。预计它的发布时间是在今年9月的秋季发布会上如期登场，而价格呢依然是保持不变，在$799左右。那以上就是今年下半年有望见到的4款 Ultra 新品，不知道哪一款让你最心动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记得1键3连哦。我们下期见啦，拜拜。